大家看这张图，这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关于这座建筑，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面学到的答案是非常统一的。它建于大约4500年前，是古埃及法老卡夫拉的杰作。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一个在考古学界被视为定论的结论。但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1991年出现了一个不合群的人，他叫做罗伯特·肖奇，波士顿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大家注意啊，肖奇不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看的是文献，看的是随葬品，看的是法老留下的记录，但肖奇是个地质学家，他关注的维度完全不同。他来到狮身人面像的面前，他没有去看那张著名的脸，也没有去查那些古老的卷轴，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非常简单，但却让整个考古学界都感到不安的事。他弯下腰，认真地观察了这座雕像的身体。观察完之后呢，肖奇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在当时看来啊，简直像是某一种异端邪说。他说这座雕像至少有1万年的历史。大家想一下，1万年对比4500年，这中间相差了整整5500年。这意味着，如果肖奇是对的，那么在古埃及文明出现之前，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存在一个能够雕刻这种巨型建筑的文明了。当然，这个结论一出，学术界的反应非常剧烈，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是在哗众取宠。但问题是，肖奇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在讲一个玄学故事，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一样任何考古学家都无法通过逻辑去反驳的东西，那就是地质证据。那么这份地质证据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些证据能把人类文明的时间线往前推了5000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地理常识。埃及现在是什么样子？是沙漠，开罗的年均降雨量不到25毫米。什么概念呢？比北京的冬天还要干旱。在这样一个地方，你最容易想到的风化风势是什么？当然是风沙。肖奇教授观察了狮身人面像周围的围墙内壁，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他指出，这里的侵蚀痕迹不是风蚀，而是水蚀。很多人可能不理解，风蚀和水蚀的区别在哪里？简单来说，风蚀是横向的，它像砂纸一样在水平方向把石头磨得光滑均匀。如果你去看吉萨高原上其他的建筑，比如卡夫拉金字塔或者孟考拉金字塔，它们表面的侵蚀全部是这种横向的形态。但狮身人面像围墙完全不同，它的纹路是垂直的，是一道一道向下流淌的深沟，看起来就像是有大量的水在石壁上持续流淌了成千上万年。在地质学上，这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降水侵蚀。这个现象的出现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该地区必须经历过长期、大量且持续的强降雨。肖奇教授拿到数据后做了计算，他发现又在这种硬度的岩石上冲刷出这种深度的沟壑，靠几场暴雨或者几十年的雨季是不可能的，它需要的是数千年的暴雨气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埃及上一次拥有这种级别的降雨气候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地质学和气候学的记录，答案是大约12000年前。那个时代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非洲湿润期。那时候的北非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草原，有湖泊，有奔腾的河流，然后气候发生了巨变，雨水消失了，沙漠重新覆盖了这里。所以肖奇教授得出了一个在逻辑上非常严密的结论，这座狮身人面像必须在12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才能被那个时代的雨水侵蚀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好，到这里证据链就完整了，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大家可以用逻辑想象一下，12000年前，按照我们目前的主流历史学的定论，那时候的人类在干什么？在非洲的东部草原上追羚羊，在山洞里画岩画，用石头砸坚果。那个时候的人类啊，没有文字，没有农业，连一个像样的村庄都建不起来。
那么是谁在12000年前建造了一座需要调动数以万计劳动力、需要极高精度的工程测量、需要极其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才能完成的全球最大的单体雕像？这个逻辑缺口好像现在的考古学还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一个地质学家的估证吗？也许肖奇教授算错了呢，或者他的样本有问题。没有关系，这很正常，科学就应该是质疑的。那么我们现在暂时把他的地质理论放到一边，不谈石头，我们谈谈记忆。我想请大家关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全球各地彼此不相识的古老文明里，他们的神话中是不是记录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先看一下苏美尔文明。苏美尔王表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记录之一，现在藏在牛津大学的博物馆里。这份名单呢，记录了历代国王的统治年限，但最前面有一段话，让很多学者觉得非常诡异。他说，在洪水降临之前，有神明从天上降下，统治了大地长达数十万年，然后洪水来了，一切被抹去。洪水之后，王权再次降临，人类文明重新开始。请注意啊，这份记录非常明确地把历史分成了2个时代，洪水之前和洪水之后。这种结构在其他文明里是不是似曾相识？比如说在中国，我们读《淮南子》里面记载，共工处不周山，天柱折，地为绝，导致天倾西北，水辽归东南。很多人把它当成神话，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份灾难报告呢？它描述的其实是一场全球性的地质灾难，导致了地轴或者地表结构的巨变。在印度，离句吠陀里有圣人摩奴造大船躲避洪水的故事。在北欧，散文埃达里描写在世界重生之前，先有极寒的芬布尔之冬，然后是大洪水。大家发现这个规律了吗？从苏美尔到中国，从印度到北欧，甚至亚马和希腊，全球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有一个高度相似的叙事结构。第一，洪水之前存在一个更高级的文明或者神明。第二，一场毁灭性的洪水席卷全球。第三，极少数幸存者逃脱，文明从零开始建造。我们要问的是，这些隔着大洋互不来往的文明为什么会拥有如此一致的集体记忆？神话学有一个解释啊，这些故事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只不过是在千年的口口相传中，细节被模糊了，被神圣化成了符号。他们其实是那一场灾难的幸存者，给后代留下的警告。好，说到这里，正统考古学家一定会跳出来反驳，如果真有1万年前的高度文明，证据在哪里？你们找到了吗？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问题，但是现代的科学家也确实找到了一些相关证据。大家看一下这座城市，土耳其的德林库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窖啊，这是一个深达85米、足足18层，能容纳2万人的完整地下世界，里面有厨房、酿酒窖、学校，甚至有极其复杂的防御系统。官方的解释是，这是公元8世纪基督徒为了躲避阿拉伯人入侵而建的。但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我想问一下，你见过为了躲避军队挖18层地下城的人吗？如果你只是为了躲避战争，躲几年就出去了，挖1、2层就足够了。而且最奇怪的是，这座地下城有大量的牲畜栏。我想问一下，你躲避军队入侵的时候，为什么要带几千头牛、几千头羊一起钻到地下80米深的地方？最关键的是它的通风系统，深达85米的通风井，在没有现代勘探设备的情况下，能保持如此精准的空气循环，这需要极其高超的地质知识和工程技术，这绝对不是几个农民拿着锄头就能在短期内挖出来的。那么他们到底在躲什么呢？我想他们躲的不是军队，而是地面上某种让生物无法生存的灾难，某种需要他们带着粮食、带着牲畜、带着整个社区把石门从内部封死，然后等待它过去的灾难。而这种灾难发生的时间恰恰和全球神话里的那场大洪水以及极寒之冬在时间上惊人的重叠在一起。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地质证据和文化共识，那么现在我们尝试做一次科学推演。假设12000年前真的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毁灭性灾难，把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直接打回到了原始社会，那么这种级别的灾难到底可能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可能性，米兰科维奇循环。简单说，就是地球公转轨道周期性的变化导致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确实，12000年前正好是赤冰期结束的时间点，但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冰期结束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它可以让海平面上升，可以让气候变暖，但它无法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种瞬间毁灭文明的突发灾难，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可以排除。那第二个可能性呢？超级火山爆发。火山爆发当然可以摧毁文明，比如公元前1600年的希拉岛火山就直接给米诺文明地狱之吻。但问题是，如果全球级别的火山爆发，我们会在全球的地质记录里应该能找到统一的火山灰尘，而且火山爆发通常是区域性的，它能摧毁一个国家，但很难同时让全球所有大陆都经历大洪水和极寒，所以超级火山可以排除。至于第三个，洋流崩溃，这个理论比较接近了，比如北大西洋环流中断，如果北大西洋环流中断，北半球确实会迅速降温，但这里依然缺一个关键变量，是什么让大量淡水突然涌入海洋，从而打乱了海洋的盐度平衡？光靠冰川缓慢融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直到2007年，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这篇论文由26个机构的科学家联合署名，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新仙女木事件其实是由彗星撞击引起的。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大约在公元前10900年，地球原本已经在回暖了，冰川在融化，人类可能正在迎接一个温暖的时代。但突然之间，在短短几十年内，全球气候猛地下降了大约10摄氏度，而且这个极寒状态持续了整整1200年。1200年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北半球被冰封，在这个环境下，农业不可能，定居不可能，任何复杂的大型社会组织都无法生存，任何在灾难前生存的文明都会在1200年里彻底瓦解，被埋在冰雪之下。那么这种级别的巨变是怎么发生的呢？理论是这样子的，一颗或者多颗直径约4公里的彗星碎片以极低的角度撞入了当时覆盖北美的劳伦泰德冰盖。这里要注意啊，碎片不是直接撞击地面，而是在厚达数公里的冰层中爆炸。如果你把这个能量量化，它大概相当于全球所有核武器同时爆炸10000次。瞬间数以万计吨的冰块、水蒸气和尘埃被抛入大气层，遮蔽了阳光，同时海量的冰川融水在极短的时间内涌入大西洋，直接把洋流掐断了。于是温度骤降，海平面瞬间上升，全球大洪水来了，极寒之冬来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看我们前面聊的那些神话，芬布尔之冬、女娲补天、诺亚方舟、苏美尔洪水、摩奴的大船，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神话故事，这是12000年前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被幸存者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记录了下来，传给了后代，直到今天我们还把它当成童话讲给孩子们听。当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证据就在地球本身写下的记录里，在撒哈拉沙漠深处发现的需要1800多度高温才能形成的玻璃化砂石，在北美和欧洲地质层里，那个被称为黑色殿的层位里面充满了纳米级钻石和铂族元素，这就是卫星撞击留下的指纹。更残酷的证据是，在这一层地质记录之下，猛犸象和剑齿虎遍地都是，而在这一层之上，这些大型哺乳动物全部没有，或者全部消失了。证据就在这里。现在我们唯一需要思考的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那个被抹去的文明究竟是谁？好，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带回到狮身人面像本身。
如果我们前面推演的逻辑成立，也就是说这座雕像确实建于12000年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的建造者可能亲眼目睹了那场全球性灾难的到来，而且很有可能他们早就知道了。在埃及神话里有一个词叫埃普塞皮，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第一时间，或者叫做创世之初。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古埃及的祭司们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他们的文明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一个更早的被称为赫鲁斯的追随者的群体。这些人统治着洪水之前的世界，并在灾难发生时把某种知识传递给了幸存者，然后消失了。而在古埃及的记载中提到过一个细节，在狮身人面像的脚下有一间记录殿堂，里面封存着那个第一时间文明的所有知识。很多人觉得这纯粹是幻想，但199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和埃及当局做了一次声纳探测，结果显示在狮身人面像的右爪之下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空腔，但诡异的地方在于探测到这里就停下来了。埃及政府拒绝了所有进一步的挖掘申请，直到今天那扇门依然没有被打开。那么这一切指向了一个终极的问题，如果史前文明真实存在，他们建造这座巨大的雕像到底是为了记录什么？是在等待什么？还是在警告什么？这里有一个天文学上的细节，狮身人面像面朝正东，在春分日他的视线正好对准地平线上升起的狮子座，但根据地球的岁差计算，上一次的春分日的狮子座正好出现在这个视线方向的时间点是公元前10500年，也就是大约12500年前。大家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知道天体的周期，他们知道灾难迟早会回来，所以在彗星撞击冰盖之前，他们把自己的知识、警告和历史封存在沙漠里最坚硬的石头里。他们用一种最简单、最粗犷，但却能跨越万年的语言，对着宇宙、对着时间的方向，竖起了一个沉默的守门人。然后洪水来了，他们消失了，只剩下这座雕像，日复一日面朝东方，等待着一个能读懂它的人。也许那个能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凑起来的人，就是正在看视频的你。